很满意这场朝廷联姻。我的夫君是清冷金贵的相爷谢墨白，他直到守节，玉洁松镇。所以，在中秋家宴上，看见他给表妹剥虾，我淡淡一笑，不置一词。剥吧，我看你宴席上就剥得很好。不懂规矩、没有边界感的男人，能教好且会搞就留着，教不好就离开。毕竟我是现代兵王川胎儿来的，靠战功成为镇国大将军，我眼里容不得杀死不干净的男人，留着晦气。哎呀，夫人您来了，来，快请坐。不是说有洁癖吗？今天好吗？阿念，这是墨白的表妹，刚从乡下入京，无处可去，便安排在了府中。相爷的这位表妹是从江南来的，听说家里人都没了，这才过来。表哥，唐宁，还不快见过表嫂？表嫂安好，我叫唐宁，初入京城，还望表嫂多加垂怜。表哥，我不会剥这个。看着，表嫂真是好福气，能嫁给表哥这样的栋梁之才。你每日只需在后院品茶赏花，听曲伴宴，不像我这样的孤苦可怜的乡下人，为了生计。果然是乡下来的，好没规矩，好没规矩。对不起，表嫂，我以前在家里心直口快惯了，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我只是羡慕表嫂锦衣玉食，同时也心疼表哥，为了朝堂上的事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哎，这才换来相府今日的放肆！你以为我儿媳妇念念是什么寻常内宅妇人吗？在相府，她是当家主母；出了相府，她是手握兵权的镇国大将军，就连皇上都要免了她行跪拜之礼。夫人乃镇国公的嫡女，是镇国公府唯一的血脉。她和相爷门当户对，皇上赐婚。表姑娘，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唐宁，还不快点跟你表嫂赔罪！表哥，给你表嫂赔罪，日后在相府要谨言慎行，我会让嬷嬷教你规矩。对不起，表嫂，阿宁知错了。我还有公务在身，诸位慢用。三七，让人把东西端上来。是。阿念，你晚上没吃好啊？夫君，我要你帮我把这100只虾全替我包了。虾子性寒啊，女子不能多吃。三七，把这些虾子撤下去吧。
谢墨白，我要你亲手帮我把这100只虾全都包了。文念，你知道我对这些海鲜之物的过敏，而且我不喜欢腥气之物。是吗？那今日晚宴上替你表妹剥虾时，动作极其熟练，而我也不见你过敏呀。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没想到阿念也会拈酸吃醋。我以为你永远会像个战神一样，不会有小女孩的心思。你不用因为这件事情生气，我收留她只是因为她是个失去亲人的可怜人。你若不悦，我以后避嫌便是了。谢墨白，你可知当年皇上赐婚，将所有世家子弟还有朝中未婚配的官员的画像摆在我面前，我为何独独选了你？阿念，你来挑一个，这些全是朕让人给你找的夫婿人选。就他，因为你清心寡欲，很干净，而我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我们是朝堂联姻，我希望干干净净的，不要有什么阿杂事脏了我的眼。谢墨白，这些虾记得剥干净，就当是你第一次做越界式的代价。好好的剥，剥不完不许睡。夫人，相爷去上早朝了。三七，把这些虾肉送去军营，让他们包包子，给兄弟们尝尝鲜。是，夫人。对了，把这个送去给工匠老周，让他照着打制。是。如果能把手冲打制出来，那将大大提高作战能力。这事过后，我和谢墨白的日子又恢复了过往的平静。我忙我的军务和相府内务，他忙他的朝堂事务。中秋宴的芥蒂似乎不复存在。然而3个月后，就在谢墨白接我参加宫宴那天，平静再次被打破。夫人，这……夫人万福，您今日这身真是光彩照人。也是，这百宝阁的东西一件就值万金，又怎会不好看呢？下去。表嫂，表哥他只是连我没入过宫，没见过世面，这才带我一起去宫宴。滚下去！表哥，你说好带我一起去的。你先下去吧。表嫂，我只是想见见世面，我真的没有。唐宁，你若觉得这相府不够你见世面的，你大可以另攀高枝。今日你让谢墨白带你进宫参宴，不是见世面，是丢人现眼。表哥，阿念，何必如此折辱他？夫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皇上今天召见的是朝中重臣，你带表姑娘进宫，这要是传出去，大家岂不是都说这相爷不识大体，表姑娘丢人现眼？表嫂，阿宁虽寄人篱下，但也有几分傲骨。你凭什么以主母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羞辱我，践踏我的尊严？傲骨？羞辱？你不知分寸的让谢墨白带你进宫，我只是说了今日宫宴你不能参加的实话，怎么就折你傲骨，羞辱你了？难道
非要谢墨白牵着你的手进宫，才算成全了你的傲骨。那你这傲骨和尊严，可真够金贵。你知道跟你说话的功夫里，我跟谢墨白能在马车上处理多少公务吗？耽误了边关的粮草调度，这罪责你拿什么来担？拿你那可笑的傲骨吗？温念，你有什么可神气的？今日之辱，我记住。他从没去过皇宫，我只不过想顺便带他去一趟罢了。谢墨白，我跟你讲过，我有洁癖。家宴上你帮他剥虾，这事咱们接过了。今日你自作主张的带他去参加宫宴。我说了，我只是顺便带他。大婚当日咱们曾约法3章，你莫不是忘了？夫君，为了我们夫妻以后相处和睦，这是我拟下的3条约定，夫君过目后就签名吧。第一，一夫一妻，无妾无侧；第二，坦诚相待，无隐无讳，3犯既离，断不姑息；第三，两府各亲，事不相干，温念不入谢氏宗谍。我能接受。我这人素来耐心有限，身边的人从来只有3次机会，今日是你的第2次。我的要求很简单，守好你身为丞相、身为夫君的规矩和界限。谢墨白，别逼我彻底厌弃。温念，你就一定要这样高高在上，咄咄逼人吗？相爷，夫人，到了。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免礼。相爷、将军。阿念，过来陪本宫。是，皇后娘娘。阿念，近日越发出挑了。劳皇后娘娘挂记。温将军在皇后娘娘心里的地位，无人能比啊！相爷，有镇国大将军做夫人，真是好福气呀！听闻相府多了位表姑娘。回皇后娘娘，我的远房表妹孤苦无依，只能来相府。相爷重情重义是对的，但也要多顾及阿念的感受。谢爱卿，你和阿念是朕赐婚，你可要好好待阿念啊！是，皇上，谨记皇后娘娘教诲。听说唐宁今日又不知礼数，不知天高地厚的，让你带他去参加宫宴。我看他简直就是不……娘，阿念，过来。阿念，听说今日宫宴上，皇上把京城所有的兵士都已交由你掌管。阿念，你当真是将门虎女，镇国公府的荣光啊！母亲谬赞，不过是为君分忧。温谢本就是一家，不分彼此。墨白，我已经吩咐城外的庄子给唐宁200两的安家费，让人把他送到那儿去了。娘，儿子现在已经是丞相了，你安排我的人，是不是应该知会我一声？阿念，这是你最喜欢的大红袍，看看喝不喝得惯。喝得惯的话，我让人送些到你院中。多谢母亲。那唐宁没有规矩，没有眼力，不识大体，不知周全，你留他在相府做甚？
您不该如此。你呀，处理朝政还算是杀伐果断，别的事情太过于优柔寡断。你还年轻，这性子得改。温谢联姻稳的是大齐的江山。当年族中挑选联姻对象，你之所以在众多兄弟中胜出，凭的是你懂得权衡利弊。如今莫要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自毁前程。阿念是多好的一个媳妇儿啊，你可莫要辜负了。行了，你们俩回去休息吧，我也要休息了。文蔚，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有必要惊动皇后和我母亲，借他们来打压我吗？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有必要惊动皇后和我母亲，借他们来打压我吗？你的意思是，我向皇后和母亲告了你的黑状？难道不是吗？文念，我向来敬重你的将门傲骨，包容你的强势脾气，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阿宁，你就毫无容人之量？你就这么善妒吗？你这次更是变本加厉，利用皇后和我母亲把阿宁赶出庄子。你明明知道我最忌讳别人越俎代庖，插手我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说完了吗？你，谢墨白，你这般生气，究竟是因为被你母亲越俎代庖，还是因为你那娇滴滴的表妹被赶出相府，你心疼了？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的错？我何错之有？我错在没有同意你带她进宫，还是错在你母亲看出她居心叵测要把她赶出府时，我没有替她求情，还是错在那日你帮她剥虾时，我没有直接修复。谢墨白，我说过，我身边的人只有3次机会，如今你的3次机会耗尽了。定亲玉佩，还你！定亲玉佩，还你！说来说去，你不还是对剥虾那件小事耿耿于怀吗？你就这么小气？是，我就是这么小气。一个毫无边界感的男人，一个试图用别的女人打压我的男人，我凭什么要对他大度？温娘，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受得了你永远这样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样子。今晚我睡书房。夫人，相爷好像生气了。哼，由他气。这个男人与我不重要。表哥，我错了，我不该求你带我去参加宫宴的，是我逾越了。我求求你，能不能让表嫂别赶我去庄子里？我真的很想留下来，继续为表哥做点事。表哥，我听下人说，你常公务繁忙，夜里睡不好。这是我特意配的安神茶，你尝尝。你不用担心，我是一家之主，没人能赶你去庄子。真的吗？我就知道表哥你最好了。表哥，快趁热喝。表哥，我还是有点担心表嫂那边，要不我还是走吧。哎呀，我说了你不用走。可是我……
别哭了，我让人送了东西去你屋里。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宁王府宴席。表哥，你要带我参加宁王府的宴席？就当是对没去成宫宴的补偿。表嫂那边，我才是相府的家主，你就不用怕他。谢慕白这个白痴，主子，棋子已经落好了。将军，相爷在宁王府出事了，他和表姑娘。他们怎么了？相爷携唐宁去参加宁王府的寿宴，不知怎么的，两人竟在宁王府的客房就被人撞见，两人衣衫不整的躺在榻上，他们简直欺人太甚。沙三七，别哭，气坏身子没人替。可是你去找东方朔过来，再派人把宁王府发生的事事无巨细全部告诉我。是。东方先生，我要你立刻拟出和离书，我要切割镇国公府和相府的所有合作。将军，这不难，属下可以将和离书的措辞斟酌的滴水不漏，既适合大吉律法，又不会让皇上动怒。只不过当初两家联姻意在稳定朝堂，如今和离，朝堂势必会动荡一番呐。这不是问题，我能解决。如此，属下这就拟定和离书。夫人，老夫人来了，说有急事找您。阿念，宁王府宴席的事是怎么回事啊？你与莫白可是生了嫌隙？算是生了嫌隙吧。至于宴席上的细节，我未曾亲见，你可以去问你儿子。不过看样子，相爷的心和身体都已经不干净。阿念，这次是莫白行事荒唐，失了分寸。你放心，我这就回去收拾他，让他进祠堂，动用家法，一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啊！不必了，老夫人。和离书我已经拟好了，晚点我会亲自送去给谢莫白。您跟相爷大可仔细过目，如有异议，让他的门生到镇国公府找东方朔。这如何使得？这可如何使得呀？温谢两家联姻事关重大，关系着朝堂的稳定，不能因为就这一点小事就闹到和离的地步呀。这不是小事，老夫人，机会我已经给过谢魔白3次了，他没有把握住，我没有为他破例的义务。阿念，你消消气。你看莫白的父亲，他不也是娶了6房小妾吗？再看看京城其他世家大族的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男人嘛，不都这样吗？啊，只要你端坐丞相夫人的位置，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根本不用太在意的啊。老夫人，您怎么能？联姻非同儿戏啊，你不能这般任性啊！你就算不管谢家的死活，那10万温家军呢？你不管他们了吗？你如何向他们交代啊？谢老夫人，走出相府，全京城的人都尊称您一声谢老夫人，可我走出去是人人都敬重的镇国大将军。您还不明白我跟您之间的区别吗？您关着谢家的姓，做相府夫人，习惯了当隐忍稳重的当家主母，仰仗男人的恩宠和谢家的硬币过活，那是您的选择。可我不同，从我执掌温家兵权的那一刻起，我就是温家军唯一的主帅，我不用向任何人低头，更不用向任何人嫁。阿念，至于因我的决定引起的朝堂风波，我自会平息，不劳相府费心。3七，走，去书房找相爷。
阿念，事情你都知道了？知道了。表嫂，你不要误会，今日宫宴，表哥喝多了，被人扶去客房休息。有人告诉我说表哥寻我便去了，谁知中了贼人的套，被人下了药。对，就是这样的。表嫂，你不要误会表哥，都是我的错，是我太蠢，担心表哥的身体在。按住，堵了他的嘴。表嫂，你就算是当家主母也不能这样。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三七，你放肆，快放开！回相爷的话，三七只听夫人。你，谢墨白，你急什么？我有正事跟你说，这狗乱吠太吵了。贱人，你怎能如此辱我？待我事成后，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这是和离书，你仔细看看条款，没问题的话，让你的门生到镇国公府找我和东方朔。你要跟我和离？是，我要跟你和离。就因为我带阿宁去宁王府出了些差错，我又不是故意的。阿宁，你什么时候能收一收你这跋扈的性格？谢墨白，我说过我只给你3次机会，而你的机会用完了。我温念自小在军营长大，掌管10万温家军，军中无戏言，是我的铁律。休想！你休想！我绝对不会同意。谢温两家联姻，关乎社稷，关乎稳定朝堂。你需要在我这耍你这将军威风？你如此刻薄、善妒，你就根本不配做相府的当家主母。你打我！谢墨白，你脑子里那些3从4德，对我温念没用。你眼中的相府主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像你母亲那样，眼看着你爹不停纳妾，任由妾室骑到他头上，还要端出一副正气的样子自欺欺人，这就是你眼中合格的主母吗？我温念永远不可能像那些官员的妻子一样，我镇守边关，战功赫赫。我的存在不是给谁家做合格的主母。我凭什么要受你的委屈，受你摆布？我跟阿宁只是意外，况且成亲这么多年，我们不是举案齐眉的吗？他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的？我就犯了这一次错，至于闹到和离的地步吗？而且我们是朝堂联姻，和离2字，岂能如此儿戏？温念，别闹了。谢墨白，我曾跟你说过，我有洁癖，之所以选你，因为你干净。可如今你脏了，我就不要了。我跟阿宁就没有。脏了就是脏了，机会我给过你了，你不珍惜，我不会再为你破例。皇上不会同意的。皇上不会同意的。不过是和离，这朝堂正道，我自有办法处理妥当。不过你谢氏一族要承担的代价，不在我的考量之内。温念，你不过就是命好，生在镇国公府，说没有温家以前的战功，你有什么资格在相爷面前大放厥词？又有什么权利压制相爷？没错，我就是命好，但镇国公府几代人战死沙场，用战功托举了我，而我也在刀山血海里稳稳接住了虎符，成了镇国大将军。那又如何？看来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唐宁，我的意思是，我就是自己的底气，我不需要像你一样整天费尽心机的讨好男人，只为获得后宅那点可怜的宠爱。我
跟你不一样，你的那点妒忌跟不甘，在我眼里一文不值。这个男人送你。表哥，我决定了，明日一早我便离开京城，我不能再连累你了。不用，你可以留下，这个家我说了算。可是你留下就好了。是，我听表哥的。表哥，你受委屈了。表嫂她在外虽是将军，可她在家里首先应该是你的妻子。这事要是传出去，表哥还怎么帮皇上处理朝政？底下的大臣又怎会信服表哥？他就是想压住我。在外，我是相爷，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他太放肆了。温念迟早有一天让你跪着向我求饶。三七，把我的东西全部装箱，咱们回镇国公府。是，将军。将军，现在满京城都在传你和相爷和离一事，暗中盯紧他们，如有异议，立刻回禀。是，将军。万一皇上问罪该怎么办？大齐江山靠我温家军，皇上司库靠我温念，这朝堂荡一荡，或许还真能荡出些什么魑魅魍魉，正好全收拾了。我会让他谢墨白知道，离了我温念，他什么都不是。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那就大家都操练起来。是。将军，东方先生，军中几个老人和兵部的官员前来找你，我让他们在帐中候着。找我？应该是为将军和相爷和离一事，瞧着像是来兴师问罪的。哼，兴师问罪，凭他们？走，会会他们去。大侄女儿，你这次太冲动了，文谢两家联姻涉及朝堂稳定。大侄女儿，和离之事你太冲动了，相爷掌管文官，工部、户部、礼部都归他管。就说户部吧，你与他和离，将来对粮食的调度会不会有影响？是啊，将军，昨天和离消息一出，就弄得满城风雨。今天我们去户部办差事，他们就推三阻四的。将军，下官打听过了，只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孤女，赶出去就行，没必要跟她一般见识。眼下要紧的是赶紧搬回相府，与相爷重归于好，这样大家就知道谣言不可信，这样才能稳定局面。是啊。说完了吗？大侄女儿，大家也是为了你好，女子和离，这不仅传出去不好听，你再落一个善妒强势的名声，这将来也不好二嫁呀。为我好，我统管三军，100万温家军。如果我像普通妇人一样毫无原则、不停退让，那未来兄弟们还敢把身家性命交给我吗？你家中的子侄如果不想在军营待了，可以离开。就你们现在的行为，不以主将为重，属于扰乱军心。我从不居功自高，但你们都清楚，我温念10岁成了父亲的幕僚，13岁上战场，战无不胜。你们当中不少人跟着我升官发财，你们还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如果不服，忍着；如果忍不了，那就带着你们的子侄全部离开。我的军中不需要有二心之人，我的军中不需要有二心之人。我们只是怕
受户部牵制，粮草遇到问题。这天下是皇上的天下，户部还没有资格牵制粮草。将军，我们就是关心则乱，说错了话。将军，您别生气，我们也是来跟您商议，一起想办法。要我说，将军跟相爷和离也挺好，要不然他占着温家军的便宜，还欺负将军。要真让他欺负成功了，将军呢还怎么统帅三军？威严何在？哎，是，合理好，就合理，必须合理。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各位是收了好处来帮着谢墨白逼我妥协的呢。没有，不是这样，这不可以，没有啊。那看来是我误会大家了。误会，是误会。那各位还有什么事吗？没事了。将军，下官告退。下官告退。传令下去，我名下的铺子不再跟谢墨白有关的人有生意往来。另外，您查一下，今天这些人究竟是被谁收买过来找我的？是，将军。夫人，都是我的错，与相爷无关。只要夫人同意不和离，和我回相府，我就立刻离开京城，永不踏入京城半步。夫人，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是我的错，对不起。夫人，相爷这2天因为和离的事心情一直不好，我真的不忍心看相爷再继续难过。唐宁，我没空跟你演戏。夫人，你和相爷夫妻多年，你怎么忍心让他为难呢？夫人，只要你同意不和离，我现在就离开京城。松手！御史台的人在这里看着，我看你温念怎么当众以权势压人。只是温念没有焦头烂额的样子，难道是我安排的温家军的人还没有去找温念？我不放，除非夫人不同意和离。唐宁，我还得谢谢你演这出戏，让我识别出哪些官员有问题。这就是那个表姑娘，瞧着她挺痴情的，为了相爷和夫人和好，竟然主动提出离开。成亲3年，相爷只将军义气，从未拿情，连个通房都没有，相爷已经够不错的了，这将军也太强硬了。这表姑娘把清白给了相爷，这相爷按理来说怎么也得负责，对吧？再说了，这男人3妻4妾很正常吧？是不是？对啊，是啊，就是说你。夫人，我不奢求留在相爷身边，我只求他平安顺遂。说够了吗？文念，文念，你受伤了？不是的，是我求夫人回府，自己磕的，与夫人无关。阿念，当众欺辱平民百姓，你镇国大将军好大的威风！谢墨白，这里是镇国公府，不是你胡闹的地方。他自己又跪又求又磕的，我何曾为难过他呀？对，表嫂没有为难我。相爷，你千万不要再误会夫人了，大绿茶。阿宁都这么懂事的退让了，你还要怎么样？唐宁，我都和离把主母的位置让给你了，怎么就变成我欺负你了？夫人，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都是我的错。相爷他是重臣，也是男人，这样在外不留情面，相爷的面子往哪儿搁？阿宁，我带你去看大夫。站住！阿念，你还要当众仗势欺人吗？既然唐宁找上门来，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错，又话里话外的让大家觉得是我不对，那我自然是要当众把话说清楚的。夫人，你出入府只
就热衷于挑战主母的底线，比如家宴上让谢墨白给你剥虾，又比如非要让他带你进宫，比如在宁王府与他。哦，听起来这表姑娘一直存着勾引相爷的心呢。听说在宁王府时，相爷是被人下了药吧？够了，不够。唐宁，你之前之所以被赶出府，是因为老夫人看出你居心叵测，这才发落你离开。我自始至终从未干涉你在相府的去留。今天你说你要离开，那也是你的选择。我要和离，从来不是因为你的去和留。不是的，我没有。让开！让他们走。人群中那个形迹可疑的人，让人盯住他。相爷，唐姑娘并无大碍，只是忧思过重，加上本就体弱，需要好好调理。忧思过重？是。那你去开药。是。相爷，老爷和夫人请您过去。还有，夫人让我把这个送来。他就只会用这一招逼我吗？照顾好表姑娘。是。哼！外面传的满城风雨，皇上皇后都知道了，你怎么还在府中坐得住？去镇国公府把温念给我哄回来！我不去。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竟然把那个狐狸精当成良善之人。那个唐宁，我会让人再次把他送走的。你没这个权利。唐宁是我的人，他温念不就是想借这件事情把我踩在脚下吗？你胡说什么呢？阿念不是那样的人。我才是你儿子，我天天被一个女人压在脚下，那些朝中的官僚，他们怎么看我？算了，一个女人而已，就算纳入房中又如何？眼下你得分轻重，先哄回温念，再盘算别的，否则皇上怪罪下来，我谢氏一族承担不起。你们，我还有事，赶紧把他哄回来，把事情处理好。我不会去的。我看你当了3年的相爷，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谢墨白，你要记清楚，是阿念选你当联姻对象，你才能当上相爷的。是。我是跟他成亲之后，我才升上丞相之位的。可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吗？我当上丞相，是我兢兢业业为皇上分忧得来的。赵伯，相爷，相爷，不好了，户部说收不到粮食。什么？怎么回事？相爷，之前给户部供应粮草的人，大多是镇国公府名下的铺子。他们听说您要和将军和离，就都选择停止合作了。又是温念，他就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我。相爷，要不您还是去找夫人吧。夫人向来讲理，她不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连你也劝我去求他？相爷，属下不是。我告诉你，我绝不。这一次，绝对不可能再去求他。思
4年前就开始做阴阳账本，好大的胆子！将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把他们4个人的家人都关起来。是，不过据我掌握的消息，这4个掌柜是被逼迫的。被人逼迫就出卖我，这不是原谅他们的理由。盯紧他们。是。你过来。究竟是谁囤了4年的粮草？你不出来，那我只好逼你出来。小姐，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妥当，户部收不上来粮，谢墨白肯定认定是温念下的令。办得好。小姐，主上有没有跟小姐说过接下来有什么指示？主子让你随时配合我，别的不用你多操心。是。表哥，我做了点点心，你尝尝。你放着吧。表哥，是不是阿宁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没有，你别多想。啊，相爷，人已经在青云楼等着了。好，这就让满朝文武都看一看，我谢墨白是凭自己的本事，让温念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家的家主。温念，他以为让温家的掌柜跟我们断了联系，我就没办法了吗？表哥，能带我一起去吗？好，一起去。表哥，这商人都是逐利的，你给他们加量加价，这长久生意他们求之不得呢。再说了，你是相爷，他们哪敢不听你的？说的在理。温念，我等着你自己回相府，乖乖向我服软。表嫂，你来干什么？这青云楼开门做生意，你能来，我怎就不能来？你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谢墨白，你我之间除了朝堂和和离的事，没什么可聊的。我还有事，先走了。温念，你最好不是来这里坏我的事，否则……阿念，快来本宫这里。瘦了。阿念来了。朕本以为谢墨白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没想到朕看走眼了。既然你已经决定，朕可以直接下旨让你们和离。对，阿念不用受任何委屈，本宫和皇上一直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疼着，也答应过你父母一定会照顾好你。没想到在本宫和皇上的眼皮子底下，他谢墨白竟敢如此欺你。阿念，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朕和皇后都会支持你。谢墨白太让人失望了，朕已让人盯着他，看他究竟还想干些什么。谢皇上恩典，谢皇后娘娘厚爱。和离的旨意不必着急下，他会签的。朕还听说了，温家军里的一些老糊涂和兵部的人去军营找你了。都已经解决了。啊，那些老东西，当年跟着你父母一起上战场，你父母和你给他们的赏赐已经够多了，他们若是不识好歹，你就尽管收拾他们。
相爷，城里郭刘4位掌柜都推脱有事，都不肯来。他们好大的狗胆！我可是丞相，他们就不怕我抄他们的铺子吗？表哥，他们如此嚣张跋扈，不给表哥面子，这分明就是受人指使。不，表哥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他们，是说表嫂。表嫂，你，又是你！真是太卑鄙了！我迟早有一天要跟他算账。表哥，这镇国公府权势滔天，要不我再去求求表嫂，或者委屈表哥向表嫂服个软，这样他就不会为难我们了。不可能！我告诉你，温念他就是想压制我，他想让我当狗。我谢墨白这辈子不可能跟他低头的。相爷，你要是也想劝我，你也闭嘴。宋伯父，是您吗？姑娘，你是？家父唐萧然。哎呀，原来是萧然兄的闺女，10年不见，大侄女啊，都长成大闺女了。阿宁，她是谁啊？她是我父亲的朋友，江南粮商，在京城也有铺子。阿宁，还不快请她进来坐坐？伯父，咱们过去。来，相爷，既然是阿宁的伯父，那就不必多礼，请坐。谢相爷。伯父，谢谢。伯父，听说您是做粮食生意的，可否助我表哥多得些粮草？啊，侄女敬伯父一杯。啊，来。相爷，不说唐宁是我的侄女，就冲相爷您的一句话，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宋掌柜，我敬你。来。走吧。盯紧他。是。将军，谢老夫人求见。请他到厅里。是。阿念，母亲知道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眼下是墨白一时糊涂，你跟母亲回去，母亲向你保证，她以后会好好待你的。那个唐宁，我会让人把他打发走的啊。老夫人，我既已决定和离，便不会再踏入相府半步。可是你们成婚3年，在家里举案齐眉，朝堂之上一文一武撑着局面，这于公于私都是有情分的，当真回不到从前了吗？老夫人，在我这里，男人一次不忠，终身不用。他不是觉得我高高在上吗？那是因为我温念本就高高在上。可是你我两家联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朝堂稳定，现在岂不是前功尽废了？阿念，我们做女人的，不就应该顾全大局吗？不是女人应该，是男女都应该。大局不是一人妥协就能稳住的。男人不都那样吗？3妻4妾，我向你保证，唐宁一定会离开，墨白只会有你一个妻子。不是都这样就是对的。我爹就只有我娘一个女人，只有我一个女儿。旁人都说他断了后，可他从未在意过。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男女平等，一夫一妻，
女人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不必困于内宅。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真有那样的地方吗？有。那里的女人，如果男人不好，女人可以随时向官府提和离。女人可以不成亲，不生孩子，可以立女户。男人能做的事情，女子都能做。说近一点，咱们大齐北地就有一支特别的队伍，1000多个女子组成的娘子军，她们像男人一样上阵杀敌，甚至比男人更勇猛。她们当中大多都是被家族遗弃、被不要的可怜，可是她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孽女，竟然想要离家出走！爹，我只是想出去看看。我自小跟爹学医，我这一身医术就应该医治穷苦百姓啊！闭嘴！我真后悔让你跟着我学医。女子就该3从4德，相夫教子。来人，把小姐带到院中去，定制让她休假医。爹，你不能这样！爹，你不能！爹！年轻时，我也曾抱着医者仁心的想法，想要让自己的存在变得更有意义一些。可成亲后，就慢慢忘记了这些。女人不应该为了任何人放弃自我。您再想想，您在谢家的日子，谢墨白不是看不到，可是他从来没有替您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男人这样做是对的，他觉得他爹就该如此，所以他才想用唐宁来驯服我。老夫人，我在战场上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就应该顺着自己的心意活。所以，即便我不是镇国大将军，我也一样会坚定的和离。阿念，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会再劝你了。谢谢老夫人力救。夫人，老夫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陪您多聊了。你忙吧。对了，这是做霹雳弹的配方，拿去给周工匠。这东西制作时一定要远离火烛，告诉他注意安全。是，将军。你来干什么？相爷，你不能走开！文念，你是不是觉得我谢墨白没有你不行？文念，我在跟你说话呢。哼，又是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样子。我是你夫君，我还是丞相，我是需要面子、需要尊严的。哼，所以你跑到我府上胡闹，你就有面子、有尊严了？你欺负一个下人，就显得你男人了？我再说一遍，我是你夫君，而他就是个下贱的奴才。谢墨白，你嘴巴放干净点，下人也是人，不是任你随意践踏打骂的。还有，你已经不是我夫君了，和离书我给你了。我不同意，今日我就教教你什么是妻子该做的事。来人，把他扔出去！我看谁敢！再敢来，就把他送到皇宫门口，正好方便他明天早上上早朝。松开！我是你夫君，就非要把我踩在脚底下吗？是你非要跑到我府上胡作非为，是你不要颜面的。来人，把他拖开！
放开我！小心你们的脑袋！文念，我来就是想气气你，我想让你不要那么强势。我不想和离，我也不同意和离。谢墨白，事到如今，你还觉得你只是想气气我？于私，我跟你无话可说；于公，你我还是同僚。我提醒你一句，不要公私不分。拖下去。放开！松开！将军，听说谢相爷在大门口闹了起来，已经让人拖走了。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将军，您猜对了，他们果然开始从江南运粮过来了。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草逆的粮草现身，到了京城，可就不是他们的了。矿洞被岩石堵了，可采用爆破方法，动静太大了吧？要的就是动静大。你瞧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连个女人都哄不回来，一个女人都拿捏不住，把自己惯成这副德行，成何体统？我要你有何用？墨白，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别耍酒疯，告诉我，什么时候把文念哄回来？不可能的事！我是丞相，凭什么处处被人拿捏？刘兄弟，咱们不是说好让我们家老二去你麾下历练历练？要不明日我就去军营找你。不必了，文谢两家既然取消了联姻，往后就不必再有过多的往来了。告辞。刘兄弟，李大人，我家老三升职一事，奏折早就交上去了，不知皇上那边有何消息啊？我们对他的政绩又重新做了一遍评估，升职一事已经取消了。啊！我还有事，告辞。得罪了温将军，还想升职，做你的春秋大龙去！谢老爷，关外的毛皮和布匹生意账目已结清，往后就不必再合作了。这一个温念，竟然让谢家的生意、子孙们的升迁全都寸步难行。今天你必须把温念给我哄回来！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京城名门望族盯着温念吗？只要一和离，那镇国公府的门槛都得被踏平。你还不想要，别人还求之不得呢。等到时候，有你后悔的。我是丞相，我谢墨白的女人，我看谁敢接手。你真的是脑子被驴踢了，完全不清醒。文念，他嫌我脏，他以为这京城贵族的公子有哪个是干净的吗？谁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他们做梦啊！你算盘再响都没有用，她是我的妻子，我不同意和离，她就离不了。墨白，墨白，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你这个当家主母是怎么当的？你不仅教不好儿媳妇，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我要你何用？我没有，你厉害，你管得住吗？温念愿意见你吗？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子不教，父之过。老爷您不是常说男人的事，女人别管吗？好，从今天开始，我不管了，您自己的儿子自己教。连你也敢忤逆我？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你放肆！你放得跳啊！
你长本事了！老爷，您还有事吗？如果没事的话，我回自己院住了。好得很。老夫人，你就不怕老爷？不怕，怕也没用。这么多年，我一直相夫教子，他不是也不见得我的好吗？原来，女人真的可以对男人说不。原来应气的感觉这么好。文念，我突然觉得你是对的。阿念，老夫人，阿念，有空吗？我们去茶馆坐坐。就到后院坐吧，这里是我的铺子。好。阿念，昨天晚上我第一次反驳了他，他要打我，我扣住了他的手，没让他打。那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有点畅快，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安，但那些不安又好像微不足道。老夫人，您这是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那你跟我说说，谢老爷他什么反应？他好像被唬住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这就对了，人性就是这样，欺软怕硬。你的退让，他们不但不会感激，反而觉得你好拿捏，可以任人欺负。我一夜未睡，想了很多。我辛苦打理钟馗这么多年，可谁又看到过我的付出？就连院里那些小妾，日子都过得比我舒缓，什么都不用操心，吃好的，用好的，穿金戴银。所以天一亮我就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给自己买的。从今天开始啊，我绝对不委屈自己，不亏待自己。老夫人，你能这样想，我真的太开心了。老夫人的好日子要来了，真好。母亲，我说过，唐宁是我的人，除了我，没人能赶她走。唐宁走了，你就别装傻了，你把她赶走了，心情大好，所以买了这些东西回来庆祝。相爷，老夫人没有看。贱婢，主子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孽子！母亲，连你也打我？谢墨白，在你眼里，还曾有过我这个母亲吗？你父亲和他的小妾欺辱我的时候，你从未替我说过一句公道话。如今，就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来指责我，你这……夫人，夫人，您没事吧？要不要请大夫？母亲，可是除了你和文念，这府里还会有谁容不得唐宁这个弱女子？弱女子？她唐宁是弱女子，会用尽心机把你耍得团团转，把这个家闹得天翻地覆吗？弱女子会有她这种心机和手段？墨白，你在朝堂之上是有些本事，可后宅女子的这些小把戏，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母亲，我是你的儿子啊，你为何要和文念一样处处贬低我，看不起我？我贬低你，看不起你？难道不是吗？父亲纳了那么多妾室，你不是什么都没说？我只有唐宁一个人，你还是要三番五次的赶她走？你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就别来管我的事了。滚！滚出我的院子！相爷，你不应该跟老夫人这样说话，你这样该多伤她的心啊！表姑娘的离开真的跟老夫人没有关系。阿念说的对，不值得。老夫人，相爷只是一时糊涂，您别太难过了。他不是一时糊涂，是本性如此。好，老周的能力每次都让我惊艳。
这次比上次要好很多，可以正式拿给我的精兵去练练了。好，我让他加快打制。将军，宫中刚传来消息，皇上动怒，罚相爷在府中反省1个月。我已经提醒过他，要公私分明。他若做不到，那就是德不配位，该让位了。将军，唐宁跪在军营外，哭着求您回相府。他爱跪就跪，我没空理他。阿宁，你来这里做什么？老爷说，如果你不能求表嫂回去，我就也不用回去了。可是我真的舍不得表哥。表哥，你还是走吧。你要是不走，表嫂她根本就不可能会原谅我。你不用跪着求他，他既然是刻意刁难你，又怎么会轻易原谅？跟我回府，有我在，没人敢让你走。我不回去，我要求表嫂一起回去。文念，给我出来！军营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闯入。你眼瞎了，我是丞相。相爷，如果没有皇上手谕，或是我家将军首肯，不论是谁，都不得进入。要是我今天非要进去，文念，你要谋杀亲夫吗？我打的是鸟，你是鸟吗？你粗暴不堪！谢墨白，怎么丢人还没丢够，跑到军营来丢了？将军，这油炸起来一定好吃。待会儿进山里，咱多打几只，试试这鸟铳的威力。好，这就是文念研制出的新兵器，比弓箭厉害。怎么，谢相爷对我这新兵器感兴趣？文念，做人要有容人之量。这么多将士在这儿，你像个泼妇一样蛮横无理，叫大家怎么服你？自古有三顾茅庐的佳话，如今我和阿宁也来找你不少次了。见好就收吧，跟我们回府。哎呦，怎能有人如此脸大，竟敢拿自己和汉昭烈帝相提并论呢？东方朔，你算个什么？芥末白，你若不想死，就赶紧滚！文念，谁若敢踏入军营半步，我就让他爬着出去。你要试什么？我数到3，1、2、3。3。你等着，我现在就回去面见皇上，弹劾你打伤朝廷重臣。你请便。切，怂货！表哥，你别喝这么多酒，很伤身体的。别管我。表哥，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会心疼的。你本该高高在上，意气风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在这里喝闷酒。阿念，你哭了，原来你也会哭。竟把我当成了温念，那个女人究竟哪里好了？文念，女人会哭，才会让人心疼。你现在这样，就很好。你今天太伤我的心了，你不能这样。
好，我以后都听表哥的。这真是有辱斯文！已经这样了，还说什么没有不轨之事？丞相夫人那般心高气傲的人，现在恐怕更不会轻易的回头了。莫白乃堂堂一国丞相，那个妾怎么了？难道你没妾吗？你有没有？你没有？哼！放心放心，莫白能处理好。今日祭祖之事，那个丞相夫人会回来吗？一定会回，一定会回。莫白，今日是谢氏家族祭祖日，你去把温念请回来。今天这样的日子，温念可不能不在场。我不去。我前几天去郑国公府找过他，竟被下人给扔了出来。我堂堂相爷，我怎么可能再去让他羞辱？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不来，就别后悔。不行，今天祭礼他必须在场，你去把他给我哄回来。我不去，你要想去，自己去哄。你。将军，谢老爷来了，被门卫拦在大门口，说要见你。不见。滚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们就敢拦？谢大人，没有将军的允许，你不能进去。今天我一定要见到温念。温念，你给我出来！我可是你公爹，你就这样派人拦着？这是不敬长辈，这是不孝。你爹娘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爹娘教导我挺直腰杆做人，别人有礼，我还之以礼。至于长辈要不要敬，那就要看长辈如何了。温念，你这指桑骂槐是在讲理吗？我可是你公爹，是你长辈。温念，你这个院子也太刚硬了一些，女人住的地方就应该种满花花草草，柔和一些。谢老爷，今日不要体面的来我府中，怕不是为了点评我的院子吧？再者，我父母教导子女成功是有目共睹的，毕竟不是谁家女儿都能像我一样，成为一品镇国大将军。这怎么连个父亲都不愿叫呢？温念，你加入谢家也有3年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应该清楚。谢氏家族祭祖日，你作为当家主母，是一定要去主持大局的。哎呀，我知道你还生着莫白的气，但今天由我这公爹亲自上门来请你回府，这面子应该够了吧？我跟谢莫白和离是离定的。我之所以出来见你，是保留大家最后一丝体面。哎，说什么气话呢？什么合理不合理的？哎呀，莫白是犯了点错，但是也是身不由己啊。你作为他的妻子，应该大度，应该体谅他，而不是闹得满城风雨。你们夫妇在朝中是重臣，闹成这样，尴尬的还不是你们吗？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谢莫白原来是受了您的真传，不过你这一套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理论，我学不会，更不想学。温念，女人最终是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你看，这么大个镇国公府是要香火传承的。我谢府答应你，等你生下第2个儿子，可以姓温，可以登记镇国公府族谱上。我不需要跟谢莫白生孩子，我有很多孩子。你说什么？同善堂里有几百个流离失所的孤儿，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挑几个过继到我名下。你这疯了不成？
你这居然想断掉镇国公府的血脉，让那些不知爹娘的小野种！谢老爷，今日是你祭祖的日子，请口下留德。这时候不早了，你请回吧。我是绝对不会参加你们的祭祖。温念，算我求你了，你今天务必回去一趟。祭祖后，我把莫白摁在你面前，让他跪地磕头。我求你了，就算看在我这老脸上，回去一趟，行不行？您这又是何必呢？我是为了你和莫白，希望你们能好好的。您是为了我好吗？您是怕我跟谢莫白和离后，他失去丞相之位，怕您谢氏一族又回到3年前，怕你不能在那些妾室面前大摆老爷的谱吧？你胡说八道，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您自己心里清楚？我还是那句话，我绝对不会再踏入相府半步。你，谢老爷，请离开吧。滚开！我正和你主子说话，滚远点。您走吧，不送。你简直是泼妇！目无长辈，今日我就用谢氏家法惩戒你。谢彦成，你竟然敢动我一下试试！我敢保证，立刻让你革职在家。你谢彦成就只会欺负女人，欺负自己的妻子，宠妾灭妻，你就是个窝囊废！你闭嘴！你闭嘴！切，怂货！怎么还不见丞相夫人过来？相爷也还没来呢。都怪温念，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相爷怎么会带这个女人来祭祖？你这是怎么回事？唐宁，赶紧走，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老夫人，是表哥，他带我来的。母亲，今日唐宁和我一起祭祖。谢莫白，你疯了不成？这是祭祖，只有正气才有资格参加的祭祖。唐宁算是个什么东西？你带他参加祭祖，只怕列祖列宗都会被气活过来吧？谢莫白，你要是敢带唐宁踏进祠堂一步，就是不认我这个娘。娘，连你也一再逼我，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逼我半步。母亲如果累了，就回院里休息。祭祖一事，儿子办得成。相爷，今日祭祖是大事，表姑娘她是外人，她怎能……我才是一家之主，我说让谁来，就让谁来。今日祭祖之后，我将宣布，阿宁是我的平妻，以后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相爷，这是得了失心疯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将军小心！将军，这火药威力真大，估计京城里都有震感了。正合我意。将军，通了，矿道通了！好，让兄弟们加油干活。是。怎么会这样？一定是这个女人出现，让谢氏先祖动怒了。莫白，先祖动怒了，你还是先去求得丞相夫人的原谅，接她回府吧。让我去求温念，绝不可能。好，你是丞相大人，你是谢氏的家主，我们不能说，也不能劝。行，我们走，可以吧？表哥，我和你无关。
来人，把这个女人赶出相府！我看谁敢！我是你老子，你敢忤逆我？我才是相府的家主。父亲，您年岁也高了，该回去安享晚年了。来人，送老爷回府。你！毛毛躁躁，不知道先请示。请相爷恕罪。怎么了？相爷，我们花重金买的粮草就存放在城外的庄子里，昨晚庄子着火，全烧没了。什么？庄子被烧了，粮草全没了？相爷，属下已经查过了，的确是走水。这怎么可能？好端端的怎么可能走水？表哥，你说会不会是表嫂让人干的？不可能是他，他比谁都清楚粮草的重要，怎么可能随意糟蹋粮草？可是，你心里到底还有温念那个贱人？相爷，现在粮草全没了，但剩下的还款明日就要全部还清，足足10万两。我们相府没有那么多钱，相爷，这可怎么办呀？相爷，这粮草是户部的事，为什么要相府来置办？这些粮草，我要握在自己手中，我要等温念求我，我来想办法。将军，事情已经办妥。好啊，你说宋掌柜如果知道自己千辛万苦在谢墨白手里弄来的粮草变成了一袋一袋的泥沙，他会不会气到吐血？宋掌柜会不会气得吐血，三七不知道。但将来这谢墨白要是知道这宋掌柜摆了他一刀，他肯定气得吐血。继续追查宋掌柜的底细，另外派人去乡下查一下唐宁的底细。是。相爷，按照您的意思，一共卖出去6间铺子，因为卖的比较急，也没有卖到一个好价钱，一共3万两。3万两？我这6间铺子才卖了3万两。相爷，您着急要银子，真的卖不上好价钱。这3万两还是因为咱们铺子打理的好，否则……相爷，4位掌柜到了，让他们进来。见过相爷，小的过来收取粮草剩余的货款。给，这是3万两，剩下的3天之内结清。啊，相爷，小的也是给主子干活，这个月上交账本给主家，货款差的太多，我们交不了差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你们这什么意思？难道还怕相爷来账不成？相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将军管理严格，账目有问题，我们交不了差呀。我知道了，明天我让谢南安亲自把剩下的全给你送过去，你先拿着。好，谢谢相爷，小的们便先回去交差，请吧。表哥，这还差7万两，这可不是小数目。要不你就去找一下表嫂，毕竟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分那么清的。不可能啊！你让我一个大男人去找他借钱，这不是送上门让他嘲笑吗？可是这……你也看不起我，你也觉得我不如他？哪有？在阿宁心里，表哥就是最厉害的。不过，也多亏了你，宋掌柜的钱暂时能缓一缓。都怪阿宁本事小，不能像表嫂那样。别提他。什么？墨白卖了6间铺子，还借了印子钱？阿念，
老夫人，您怎么来了？快请坐。老夫人，他们又让您过来当说客的。是啊，不过我不是来劝你的，我是想跟你聊聊天。快，请喝茶。阿念，那日祭祖你没回，墨白就带唐明进了祠堂，结果母亲如果累了，就回院里休息。祭祖一事，儿子办得妥。阿念，现在我也觉得谢墨白他配不上你，他真是太让我失望。老夫人，您这手怎么了？啊，没事，没事的。老夫人，您这伤怎么来的？是不是谢彦成那个老匹夫？阿念，我没事，只是一点皮外伤，没事的。老夫人，他都这样对您了，您还不死心不离开谢府吗？这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新伤和旧伤？老夫人，可能会有点疼，您忍一下。三七，你给老夫人煎一碗止疼药。是。有我在，你不用害怕。谢谢阿念。祭祖出事后，墨白和他父亲起了冲突，他父亲怨我没有教好儿子，就过来找我撒气，用家法处置我。贱人，教不好儿子，竟闹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就拿谢氏家法来惩戒你。你还敢躲？这个家一个个都反了吗？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既然你这么没用，那钟馗你也别管了，让人把库房钥匙交到灵儿手里，从今往后灵儿管家。多谢老爷，我一定会掌管好这个家的。阿念，我想离开谢家。好，我来想办法。可是我不是你，且不说我离开谢家能去哪儿，就谢彦成也是不可能答应和我和离的。只要你下定决心，其他的交给我。将军，皇后娘娘请您进宫一趟。有说皇后娘娘出什么事了吗？病重。那阿念，你赶紧进宫一趟吧，我就先回去了。不，您跟我一起进宫。整个太医院，竟连风寒都治不好吗？这养你们有何用？微臣无能。皇后，皇上，皇后娘娘怎么样了？说是风寒，这几天越来越严重。皇上，谢老夫人会医术，所以我今日特地带她进宫。臣妇参见皇上。免礼。既然阿念说你医术不错，那你给皇后诊诊吧。是。皇上，臣妇有一事禀告。是。何事？皇上，皇后身患，只怕是10亿。10亿？老夫人，你可有诊错？不会有错。这京城没听说有这个10亿啊。皇上，近期可有外地的人过来给皇后娘娘请安？每天都有，这实在是……先暗中排查可疑之人。皇上，我跟谢老夫人单独说几句话。你们聊。阿念，
你先替朕照顾下皇后，朕去交代一些事儿。是。阿念，你也快先到外面去，这个食疫会传染。老夫人，你可有办法治食疫？我爹说过，这个食疫传染性高，且无药可治，这病人只能……但是我可以试一试。之前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一个方子，我有那个方子啊，我把方子给你，你留在宫里给皇后娘娘治病。这宫里应该有不少人已经传染了，我会让皇上派太医协助你。可是这方子是你的，你一定要记住了。可这方子明明是你的呀！我已经是镇国大将军了，不需要再多功劳。阿念，谢谢你。阿念，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有了皇后娘娘撑腰，我想离开谢家也没那么难了。老夫人，这照顾皇后娘娘还需要些时日，你就安心在宫里，相府那边我来安排，就让他们以为你去庄子里休养了。好。皇上，阿念，怎么样了？谢老夫人是前太医院院守的女儿，她自幼学医，博览群书，她有治食疫的方子。皇上，那接下来我跟您商量一下对策。朕正有此意。皇上，臣的想法是这样的。小姐，宫中传来消息，皇后病重，宫中亦有不少人出现咳嗽发热的情况。好啊，关键今天入宫看望皇后了，她一定也会染上。小姐，温家军没有炸山的霹雳弹，还有鸟虫，趁他们现在量不多，咱们是不是该里应外合，先下手为强？先不急，等温念病发，我就趁他病，要他命。那相爷这边，是。将军，唐宁的调查结果送来了。你怎么那么好奇啊？就是想知道这谢墨白这个白月郎看上的究竟是怎样的货色。他不是真正的唐宁啊！真正的唐宁3年前就死了，他用唐宁的身份，千方百计的接近谢墨白，用意一定不简单。派人盯紧唐宁和他的丫鬟。是。将军，查到传播食疫的幕后主使了。是谁？一定是你贪了相府库房里的东西，你掌家无能就该把库房的钥匙给我。我今天一定要把相府的财产握在手中，彻底把握相府。表姑娘，话可不能乱说。我是相爷的平妻，你该叫我夫人。你敢打我？我可是老爷的新姐姐，我现在是相府的掌家。你不就是个姨娘吗？你以为？住手！老爷，怎么回事？表哥，我让人买了500两燕窝，想着给表哥补补身体，可林姨娘据说没有银子，让我退了。老爷，账面上只有1000两银子，我掌家半个月了，早就花光了。我也想不通，这偌大的相府，怎么可能只有1000两？是不是姐姐她把相府的钱财都锁在她的私库里啊？难道真是那娘们为了气我干出这种事？把账本拿来，查账。你就是这么管账的？以前温念在的时候，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相府的产业本来就不多，以前的铺面都是靠丞相夫人掌持，
现在也卖了，还有个庄子，现在也烧了。老爷和相爷都有自己的私库，平时相府人又多，开销又大，这账面上压根就没剩多少银子了。我是张家吗？我是接了块烫手芋头。相爷，秦掌柜来了。秦掌柜，见过相爷，小的是八方钱庄的掌柜。相爷借的印子钱啊，到期了，主子派我来收取。到书房去说。相爷，小的呀，今天还要跑其他地方，就不耽误时间了。这相爷啊，一共借了7万两，如今滚到了7万2，不知您手头方不方便呐？7万2，这才半个月，怎么从7万变成7万2了？相爷，您借的这可是印子钱呐，这利滚利啊，本就是如此。相爷方便吗？我明天叫人给你送过去。好的，那小的就先到别处了啊，告辞。你借那么多印子钱干什么？买粮草。父亲方便的话，私库先打开，让我周转一下。我真没银子，不信啊？啊，自己去看。怎么会呢？之前我囤了一批皮毛和布匹，准备送去关外，可是砸手里了。谢老爷，关外的毛皮和布匹我们已经收回，前面的账已经结清，以后就不必再合作了。这还不都怪你，惹怒了温念，他才让人跟我断了合作。这个家没有温念就垮了吗？没有温念，我照样是相爷。你去哪儿？先开母亲的私库，周转一下。方子结好。老夫人，将军，打听到了相府最新的消息，2波要债的人上门，相爷没钱还印子钱，便让下人砸开了老夫人的私库，变卖了老夫人的嫁妆。他们有了钱，便又开始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谢墨白，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呀！算了，这些银子就当是断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情分。老夫人，没事，阿年，就送到这儿，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有事的话，随时派人来找我。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软弱了。谢墨白，母亲，你回来了。是你让人砸开了我的私库，把我的嫁妆全都变卖了。母亲，我有急用，周转一下，过几天就赎回来。你是我的亲儿子，我可以给你用，但是为什么除了你周转用的8万两，剩下的2万两却被其他人肆意花销？这怎么会？我走的时候明明让人重新上了锁。父亲，是你？我手头紧，用了一些。谢彦成，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如果那2万两的东西在1个时辰之内没有回到我手中，那我就去官府状告你。我倒要看看，变卖发妻的嫁妆去养小妾，这个事传出去，你的脸还要不要？老爷，你看姐姐她……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我已经安排人在外面守着，1个时辰，我如果没有出府的话，他们会替我去官府。父亲，赶紧把母亲东西还给他。你那是母亲的东西，不是让你拿来养小妾的。我以家主的身份命令，立刻把东西还回来。可是已经花光了，那就用你们最贵的东西来抵，1个时辰，过时不候。哼！老爷，立刻叫府中其他人把值钱的东西全送到夫人府里。
嘿，皇上，您怎么突然就出宫了？这宫里有什么事，您让喜公公报个信，我进宫面圣就行了。你频繁入宫，容易被人起疑。朕亲自出来找你，自然是有要紧事。老夫人，值点钱的东西啊，全部都收回来了。现在老爷和他的6个妾室，全部都在哭天喊地的。立刻送去百宝阁，让阿念的人帮忙把这些东西变卖。他们用过的东西，别放在这儿膈应人。是。表哥，我刚听采买的下人说，看见表嫂和一个男子在四喜茶馆相亲。你说，温念在四喜茶馆跟人相亲？我的丫鬟巧儿上街抓药时，看见表嫂和一个男人进了四喜茶馆，那个男人搞得神神秘秘的，好像见不得人似的。不过那男人定是比不上表哥的。温念，我倒要看看我谢墨白的女人谁敢要！温念，没有男人能受得了被人戴绿帽子。这次我不仅要你身败名裂，还要你和谢墨白正式和离。好了，正事聊完，喝茶吧。对了，皇上，您这次回宫啊，记得给皇后娘娘带一份点心，娘娘最喜欢吃西街的那家。温念，你竟然真的在跟这野男人相会，我还没跟你和离，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本相倒要看看，是谁敢捡本相不要的破鞋！本相倒要看看，是谁敢捡本相不要的破鞋！给爷转过来，让爷看看。你来这里干什么？滚出去！这京城有什么地方是本相也去不得的？温念，你好大的胆子！我还没有跟你和离，就敢出来跟野男人相会，我倒要看看谁这么会挑，专挑我睡过的。滚！好，去把这个野男人给我抓起来！放肆！谁敢？皇上，皇上，野男人捡破鞋，混账东西！皇上，臣不知道是你，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罪。谢墨白，3年，我今日才看清，你竟恶心至此！哼！圣旨到！皇上口谕，谢墨白纵容妾室，两人联手欺辱一品镇国大将军温念，激起朝中将臣与黎民百姓之愤。皇上震怒，现将其连贬6级，降为员外郎，令准许镇国大将军温念休夫，钦此。休夫？这闻所未闻。谢老爷，你难道对皇上的决定有意见？臣不敢。谢大人，这是温将军给你的休书，收好吧。完了，一切都完了。谢墨白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变成了小小的员外郎。谁是唐宁？皇上口谕，贱妾唐宁造谣生事，污蔑镇国大将军，怂恿谢墨白强闯茶馆，破坏皇上与温将军密谈政事，罪不可恕。
着即掌嘴500，贬入贱籍，永世不得翻身。钦此。臣妇谨遵皇上圣旨。秦嬷嬷，还愣着做什么？掌嘴500，打完即刻送入贱籍，不得有误。是夫人。住手！你一个贱婢也敢打我家小姐！把这个贱婢摁住，一起打！闺女，认账，我会跟你清算，你等着。完了，我谢氏一族要完了，这都怪你！你这个逆子，我当初是怎么劝你的？我让你把温念给哄回来，偏偏不听。现在落得这副田地，你满意了吗？不，我罪不至此，我不服。站住！你干什么去？你给老子回来！谢彦成，我要和你和离。你说什么？我自认贤良淑德，替你操持谢家。你父亲送终是我送的，你母亲事急是我夜夜守着。可你倒好，妻妾满院，宠妾灭妻。谢彦成，我要和离。哼，和离？吕氏，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谢家没有和离，只有下堂妻。我给你正室之位，这是天大的恩赐。谢家就是个笑话，没有和离。对，温念刚刚那是休夫。吕氏，我这是在通知你，不是在求你答应。和离。我不点头，你别想和离。老夫人，您要是愿意，休夫也不是不行。谢公公，此话何意？老夫人，您可是皇后娘娘的救命恩人，皇上许你一个愿望，只要皇上能办到，就一定能帮您办成。谢皇上。夫人，你是皇后娘娘救命恩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哎呀，这下好了，皇上会许你个心愿，你赶紧跟喜公公去进宫，求皇上不要降墨白的职啊！喜公公，我要向皇上求一道和离圣旨。好，咱家这就回宫跟皇上请旨。秦嬷嬷，我们走。律师，站住！你不能走，我不和你。哎，你是要抗旨不成？不，完了，全完了，我谢家完了，完了！皇上，如言宅内妇人之事，而苛责朝廷有功之臣，实非明君之所为。你，臣与温将军之事，不过是宅内私事。皇上若心疼温将军，大可斥责臣几句。但若因此而贬朝内有功之臣，臣斗胆，请皇上明鉴。谢墨白，你说朕因私废公？臣不敢揣测圣意，只是臣认为，皇上若因温将军之事而责罚臣，臣认；但是若因此降臣的官职，臣不服。朝廷中的百官也不会服。2年前，江南水灾，是臣建议修建堤坝，保护了万千百姓。1年之前，北地雪灾，千里冰封，是臣亲自带人去治理雪灾，给了北方百姓和温家爵一线生机。皇上，臣同意与温将军和离，可是皇上
官职，是臣的心血，是臣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不是谁给的。温念，你恨我，怨我，我接受。可是我对朝廷、对社稷忠心耿耿，你不能拿你的功绩来要求皇上降我的官职。谢墨白，你说这些是你的功绩，当真是吗？臣对皇上忠心耿耿，天地可鉴。温念就是恨我，才会质疑我的政绩。谢墨白，我温念为人正大光明，从未想过报复，是你自己心胸狭隘。你说这是你的功绩，那好，今日就让你心服口服，上来吧。上官明，草民上官明参见皇上。别离。见过小姐。谢墨白，江南治理水患，修建堤坝，堤坝的草图还有材料，包括北地破冰的办法，这些都是上官明的主意吧？皇上，此事乃我们二人一同商议，但我是主理人，他只是协从。不，主理人其实是将军。什么？谢大人，3年前你和将军成亲，不久后将军就把我安排在你身边。将军知道你心性高，就没跟你说我是他的学生，只是让我暗中协助大人。他的学生？这怎么可能？你可是大齐第一才子。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将军教会了我书本中学不到的本事，堤坝的草图，北地的破冰办法，这些都是将军想出来的，只不过是经过我手，交到了大人手中。谢大人，过去3年，将军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助你坐上了丞相之位，可你却又自诩清高，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本事，实在是可笑啊！谢墨白，可以走了。谢大人，请吧。皇上和温将军还有要事相商。太放肆了。皇上，让上官明去跟着老太傅吧。好，朕立刻下旨，任老太傅为丞相。皇上，怎么了？阿念啊，你和谢墨白已经彻底断了，那你今后有何打算？朕和皇后想着在京城再找一个名门贵子，让你挑一个。皇上，待一切平息后，臣想回北地镇守边关。阿念，你能原谅我吗？我对他从来都不是真心的，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对他好，我只是想要挫一挫你的锐气，我想让你以后听话一些。我没想到你对这个这么在意。阿念，我现在就让他走，我保证，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不好，谢墨白，我不接受任何借口。从你试图用激怒我的方式，想在我面前树立权威的时候，你我之间就注定不可能。为什么要因为这些小问题就判我死刑呢？别的男人，他们谁不是3妻4妾的？我都愿意为了你赶走唐宁了，你还不肯原谅我吗？这并不是小问题，说明你根本就不懂得尊重枕边人，你也不懂得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婚姻中跟你享有同样的平等权，而你却只想掌控我，驯化我。阿念，你听我说，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我想做一个好丈夫，你原谅我好不好？谢墨白，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我之间再无可能。阿念，阿念，不准他在镇国公府门口吵闹。是，将军。住手！表哥，你没事吧？别碰我！温念，你不就是失去我表哥，心中不甘才故意打压我的吗？我告诉你，没有你，表哥他有我，迟早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为人上人。哦，是吗？你凭什么？
凭他们吗？小姐，你快走，这里危险！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快走啊！我们中了圈套，全军覆灭了，兵器和粮草都被他们夺了。哎，这句话你可说错了，这兵器和粮草可都是我们大齐的，跟你们北辰国有什么关系啊？北辰国？什么北辰国？温念，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卡塔娜，在你利用唐宁的身份蓄意接近谢墨白的时候，你为的就是搅乱大齐的朝堂，砍断皇上的左膀右臂。卡塔娜，北辰国，你不是真的唐宁？温念，你果然有点本事，居然能查到我的底细。不过你也别得意的太早，布防图我早已传回北辰，这算算日子，边关也已经开始攻城了。你们笑什么？边防图是假的，谢谢你帮我们送到北辰国，更谢谢你引他们进我们的圈套。算算日子，我的温家军应该已经灭了敌军了。你们，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姐，小姐，小姐，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身份。谢墨白，你知道是谁弄走了你庄子里的粮食，又放火烧了庄子吗？是你。哼。你知道是谁逼你借印子钱，又逼你还钱吗？不要卖关子了，快说。是唐宁。都是他害了我。把他们2人，还有其他北辰国人，一起抓起来，听候发落。走。我知道错了，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谢墨白，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夫人，他在外面，你要不要？都是他自己选择的，苦果也要他自己吃。老夫人，我已请旨去北地镇守边关，京城这边我会委托人帮你开个医馆。什么时候走？明天就出发。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我能医治伤兵。好，无论您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玫瑰不必长成松柏，但所有绽放都该带着自己的刺。